欧盟突然变脸，充分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要么变得强大，强大到让他们感到窒息，要么直接跪下，被他们踩在脚底下，任由他们割肉吸血。除此之外，中国没有第三条路。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就知道了。就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欧盟竟然单方面宣布取消中欧高层经贸会谈。接着，我们的外长出访欧洲，竟然被2个女人无端指责了。现在，欧盟正在跟美国打关税战，被美国骑在了头上，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按正常人的逻辑，这个时候就应该跟中国搞好关系，一起对抗美国的霸凌。然而，欧洲人偏不，他们满脑子都是白人至上，到现在还在用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跟中国打交道。尤其是冯德莱恩跟卡拉斯这2个女人，在布鲁塞尔的会谈中一开口就开始喷粪，态度强硬地提了3个无理要求。一是停止对俄罗斯的军工援助，这个莫须有的问题，欧洲硬是揪了3年，到现在还在颠倒黑白。难道他们不知道，如果中国真的援助俄罗斯，俄乌战场的局势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他们当然是知道的，只不过打心里不愿承认。美西方倾尽全力援助乌克兰，竟然打不赢一个俄罗斯。可如果把锅甩给中国，是强大的中国在支援俄罗斯，就不会显得美西方太无能，不仅有了心理安慰，还可以以此为借口，在跟中国的谈判中漫天要价。所以，即便心知肚明，也要咬死中国。他们对中国就是有这么坏。2是要求中国利用自身对伊朗的影响力，迫使伊朗签署核协议。先不说中国有没有这个影响力，就算有，我们也不可能这样干，因为我们一贯的立场都是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可他们才不管这些，在他们眼里，只要对他们有利的，中国就应该帮他们，替他们解决问题。中国不按他们的意思做，那就是不对。第3，要求中国解除对欧洲的稀土出口限制。贸易争端是欧洲先挑起的，现在感受到痛了，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及时纠正错误，还好意思舔着脸来要求中国，态度还如此恶劣，这就是求人办事该有的态度吗？我就纳闷了，欧洲都被美国欺负成狗了，怎么还敢对中国狂吠呢？真当中国还是1840年的满清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脑子有问题，还沉浸在殖民帝国的幻想中。他们习惯了对中国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感觉，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尊重。所以，即便欧洲已经烂到根儿里，即便中国的实力已经全面超越了欧洲，他们也还想教中国做事儿，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中国交好。在他们眼里，跟美国打关税战不过是兄弟阋墙，跟中国合作就是与虎谋皮。因为中国是黄种人，他们是白人，不仅肤色不同，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也完全不一样。他们宁愿被美国欺负，也不愿接受中国的善意。哪怕中国现在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一一做好，他们也不会认同中国，只会提出更多的无理要求。不久前，冯德莱恩就在 G7 峰会上一个劲儿地讨好特朗普，希望欧洲能与美国联手，一起打击中国。卡拉斯更是猖狂，在今年3月份公然叫嚣，如果欧洲不能联手让俄罗斯屈服，又谈何对抗和击败中国呢？这就是他们真实的想法，也是美西方对中国的一贯态度。他们从来没想过要与中国和睦共处，更没想过与中国平起平坐。他们希望的就是中国永远像100多年前那样，任由他们欺负。他们现在肯跟中国对话，不过是中国强大了，他们已经没有把握战胜中国。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变得更强大的真正原因。美西方信奉的是强盗文明，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对的，压根儿不跟你讲道德正义。你弱，他们就欺负你；你强，他们才敬畏你。正因为如此，中国没有第3条路可走，要么变强，要么跪下。向他们跪下，显然不是中华民族的选项，因为我们中国人历来都是不信邪的，所以我们就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必须变得无比强大。强大到让美西方感到窒息，他们才会安静地坐下来，认真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特朗普注定要失望了，他赌上美国国运，孤注一掷要跟中国一决高下的大漂亮法案，最终却只会让中国再次伟大。表面看，大漂亮法案像极了劫贫济富的剧本，让美国政府花更多的钱，付更多的债，让美国的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更多的美国底层失去保障。然而，如果只把它当成劫贫济富的闹剧看，未免太肤浅了。这个法案一把将国债上限提高了5万亿美元，说穿了就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也很可能是美国最后一次自救。他的成败全系于一点，要么在花光5万亿之前彻底遏制中国，要么美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那美国能彻底遏制中国吗？我们来看下法案中针对中国的主要内容。首先是经济上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跟中国抢夺产业资本与制造企业。然而，特朗普错估了中国制造的吸引力。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最大的底气是什么？不是持有数千亿的美债，也不是14亿人的庞大市场，而是全产业链的世界工厂地位。说白了，只要中国是世界工厂一天，美国就离不开中国。即便特朗普把企业税永久下降到 21%， 有了4个税点的优势，美国公司也不愿意把生产车间迁回美国本土。
因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不光是税收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在全产业链优势的带动下，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同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因此，别说是美国，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跟中国竞争。特朗普想通过减税就重振美国制造业，无异于痴人说梦。其次，在国防上砸重金，额外新增1500亿美元投入，其中290亿造船，250亿搞金琼导弹防御系统，250亿买军火，160亿搞军事创新，包括无人机、无人航空系统、无人船等等，150亿搞核威慑，120亿搞印太军事行动。敢问，当今世界哪个国家才能让美国如此紧张？需要在军事上毫无人性的砸钱，是伊朗还是俄罗斯？别闹了，他们都不够资格。答案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正在全面崛起的中国。随后，美国空军就在6号高调宣布将重返太平洋，在印太地区集中300架战机和数千名人员进行跨战区演练。这是美国空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演习，想针对谁一目了然。老实说，特朗普这一招对中国的压力还是有的，但也就那样。美国2025年军事预算已经高达8925亿，2026年预计将超过1万亿，有压制住中国吗？现在不过是追加1500亿，能吓唬得了谁呀？更何况美国的军工复合体都是大胃王，很多时候都光吃不拉，这些钱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美国在军事上的投产比跟中国压根不在一个档次，中国投入1块钱的产出，美国至少要投入10块。差距到了这样的地步，已经不是砸钱就能解决的了。特朗普想在军事上困住中国，还是洗洗税吧。除了减税跟加大军事投入外，法案还有另一项重要举措，那就是取消了多项绿能补贴，包括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特朗普说，我们正在建设风力发电，它根本没用，除了破坏我们的田野和山谷，还杀死了所有鸟类。风力发电非常脆弱且昂贵，全都产自中国，我从没见过中国有风力发电厂，这是为什么？是个中国人都知道特朗普在瞎说，可他为什么要明目张胆的撒谎？根本原因在于，在清洁能源领域，美国已经没有任何赢的可能。太阳能、风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领域，中国都有绝对的竞争优势。与其跟中国死磕，打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还不如避开锋芒，另辟蹊径，重振美国的传统能源。美国是个能源大国，石油储备全球排名第9，出口世界第3，天然气储量排名第4，出口世界第1。再加上美国在全球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在特朗普看来，重新夺回能源的定义权与话语权，压根儿不是什么难事儿。这样就可以在中国完全不擅长的赛道上轻松击败中国，所以美国才要退出巴黎协定，堵死伊朗油气出口，制裁俄罗斯能源，这些都是为了给美国传统能源崛起铺路。可问题是，清洁能源才是世界发展的趋势，连沙特都在加倍投资太阳能。因为太阳能、风能以及储能电池构筑的能源体系，才是满足 AI 电力需求最廉价快捷的方式。特朗普让美国退回石化能源时代，看上去是要上刺刀拼命，实际上却把最后一线赢的机会也放弃了。说到底，大漂亮法案是想在美国暴毙前再抢救一下，但除了让美国国债暴增5万亿外，只会让美国电费更贵，家里更热，清洁能源岗位更少，汽车工业更弱，不仅无法让美国继续伟大，还会让中国再次伟大。美国想不想打中国？你一点都不用怀疑，他是真的想。就目前这个局面来说，如果美国觉得自己能打赢中国，那他1分钟都不会迟疑，100%、万分之万的，他早就开打了。2016年南海那次，人家就是下了决心要这么干的，只不过最后一刻，这只纸老虎还是怂了。当然，某些蠢货会把美国当成善男信女，主动美化他，为他没有开战找借口，随你便。想想当年伊拉克为啥挨揍，说到底，人家萨达姆无非就是干了一件事，想用美元交易自家的石油罢了。其实这事儿本质上对于美国来说并不算多大的伤害，充其量就像是一只蚊子在美国金融霸权的庞大身躯上叮了一口，但美国对这都是零容忍。那你知道中国这些年对美国的伤害有多大吗？若以量化指标加权计算，也就是经济规模、货币挑战、反制能力、供应链权重，中国对美国霸权的破坏力简直就是当年伊拉克的成百上千倍。首先说经济规模，你可以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掌控全球最大制造业的老板，这个老板现在年收入18万亿美元，等于美国加日本制造业 GDP 的总和。他的兜里还揣着3.1万亿美元现金，外汇储备世界第1，还握着美国8354亿美元的欠条。对比伊拉克，战前的2002年，他的年 GDP 为189.7亿美元，同期美国的 GDP 为10.9万亿美元，伊拉克的 GDP 才占美国 GDP 的 0.17%， 连拿美国欠条的资格都没有。要说美国也太狠了，他这点经济体量能把你咋地呢？真就至于要人家的命吗？
但美国就是这么干了。现在呢，中国正在搞人民币连锁店，全球3%的交易已经在使用人民币。我们与39个国家签订了本币互换协议，总额4万亿美元。如今中国持有美债的规模足以引发美国国债收益的震荡。美联储研究表明，中国若抛售20%的美债，约1600亿，传导至房贷利率约上升1.2%，这意味着美国老百姓还房贷的利息都会增加不少，甚至直接冲击全球债市。另外，中国稀土储量占全球36%，分离提纯技术产能占全球出口的90%。只要控制稀土出口，就可以瘫痪美国的军工生产。CIPS 系统支持128国，能绕开美国控制的 SWIFT 规避制裁，这就如同另建了银行结算通道。2022年，美国制裁俄罗斯，中国立刻给 CIPS 系统升级，这就是告诉美国，你的金融核武器对我们不好使。见中国反制手段的多样性和强度是伊拉克的绝对维度差，而这已经无法用倍数衡量了。如果你去过美国，你会发现美国超市里16%的商品上都印着 Made in China， 机电产品占比达到42%。我们只要断供光伏组件，美国的新能源计划直接原地瘫痪，因为全球80%的产能在中国。如果中国停供锂电池，特斯拉工厂立马变废铁，因为它70%的产能依赖中国。当年的伊拉克顶多算美国大餐里的一条青菜叶，它1990年石油产量占全球的4%，就算没了它，沙特也能轻松的补缺。而如果中美供应链脱钩，美国就会出现圣诞节没有玩具、医院缺呼吸机、军队断供导弹零件等状况，这可比萨达姆当年做的事儿恐怖了不知多少倍。最让美国怒不可遏的是，中国还在建去美元微信群，群成员及一带一路国家，目前高达130个。亚投行发贷款，金砖银行搞基建。中国甚至还教会了沙特使用人民币卖石油，2023年达到了650亿元的交易。同年，巴西、阿根廷也宣布使用人民币结算，这相当于中国已经把美元的围墙挖出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再回看当年伊拉克干的事儿，最多就是拿根树枝戳了戳老美的屁股，伤害约等于1，而中国是手持加特林，伤害值大于500。但最让美国恐惧的不是现在这500点的伤害，而是中国的成长性。人民币支付份额每年增长1%，10年就能追上日元。中国每建一个海外港口，比如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就多一个美元绕过点。数字人民币每增加1亿用户，就等于多了这么一群不用美元结算的人。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威胁，远比当年伊拉克的咋咋呼呼可怕万倍。中美已经形成了恐怖的金融平衡，中国握有供应链断供、美债抛售、去美元化3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美国保有军事干预、技术封锁、联盟围堵3大威慑手段。这种双向的威慑暂时构成了当今大国竞争的战略稳定框架。许多军民都在讨论，如果中美直接开战会是什么结果。今天我们不妨按照中美现实中的军事实力、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简单推演一下这场战争的过程，看美军会如何进攻，中国如何反击，日韩等国的下场又会如何。首先要知道，没有任何一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同归于尽，所以中美之间几乎不可能爆发核大战，因为两国都拥有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并具备2次核反击的能力。虽然美国拥有5000枚核弹，而中国也拥有高超音速导弹和终端拦截系统，中美双方的这些优势都能确保毁灭对方，但却无法保证自己幸免于难。中国的导弹和隐形战斗机虽然具备强大的突防能力，足以摧毁美国本土，但却无法一次性消灭美国的2次核反击力量，例如美国的核潜艇，还有他们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反过来，美国尽管有力量摧毁中国本土，但也无法拦截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也无法摧毁中国全部的核设施，包括核潜艇。这等于说，它不能一次性根除中国2次核反击的能力，从而确保自己在发射核弹后安然无恙。所以双方在核战争这件事上，也就是打打嘴炮，无法真正走向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战争形式，那就是常规战争。考虑到中国的军事发展一向以防御为主，所以我们大概率也不会去远海作战。那么未来的中美之战，基本会是某一天老美找上门来干仗。当然，这一切只是我们和平时期的假设，目前看，老美也根本没有这个胆量。接下来废话不说，准备开战。战争爆发前的1到2个月，美国将进行一系列军事准备，主要包括航母战斗群集结、
他们会派遣3到5个航母战斗群，包括尼米兹级、福特级前往亚太，主要集中在菲律宾海、南海第2岛链附近，配合日本关岛的基地，形成合围态势。核潜艇潜伏，10到15艘弗吉尼亚级、海狼级核潜艇进入我周边海域，伺机对中国重要的港口和基地发动突然袭击。远程轰炸机部署，美国将 B2、B1B、B52H 等远程轰炸机部署到关岛、澳大利亚达尔文基地、阿拉斯加、夏威夷等地，确保在战争初期对中国实施长距离的精准打击。日韩前线基地，韩国冲绳，美军在日本本土基地作为战斗指挥中心。F-35A、F-22隐形战斗机提前部署，执行战场侦察和前线打击任务。战前态势，美军依靠航母、核潜艇和海外基地，企图用远程的导弹、轰炸机打击中国的核心目标，以削弱中国作战能力，再逐步推进海军力量靠近中国沿海。当然，这一切已经被中国尽收眼底，但此时中国还信守着不开第一枪的原则，只是做好了一切反击的准备。然后正式开打。战争第一阶段0到24小时，美军发动远程打击，中国导弹立刻迎头痛击。第一波攻击1到3小时，美军的核潜艇和轰炸机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包括 AGM-158、GASSM、BGM-109 战斧，目标直指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军事基地，包括福建、浙江、广东沿海的空军基地、雷达站和导弹阵地。第二波攻击开战第3到6小时，美军 F-2、F-35 从冲绳、韩国基地起飞，尝试突破中国防空体系，寻找解放军的雷达盲区，对华南沿海的重要设施进行进一步打击。第3波攻击开战第6到12小时，第2轰炸机企图从太平洋高空突防，投掷精确的制导炸弹，进一步摧毁中国的防空网络。咱们再看中国的防御和反击，解放军红旗22、红旗26、S-400防空系统迅速拦截战斧导弹，中国东南沿海大部分基地仍保持战斗力。美军的第一波导弹袭击命中率不足 30%， 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解放军立刻启动反制计划，东风导弹家族全面出击。东风26关岛快递，开战第8小时，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发射东风 26B， 目标是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4枚导弹精准命中，美军轰炸机损失约 50%， 关岛指挥系统彻底瘫痪。东风 21D 航母杀手，开战第10小时，美军航母战斗群被预警卫星锁定，6枚东风 21D 从中国东南沿海发射，成功击中2艘航母，其中1艘严重受损，失去了作战能力。接着是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开战第10小时，东风17发射，10马赫突防，美军舰队无法拦截，1枚导弹精准命中航母编队核心，导致第3艘航母甲板受损，战斗机无法起飞。由于东风17使用了全弹阴离子盐炸药，爆炸冲击波和高温破坏力比 TNT 强数倍，航母内部的结构严重受损，损管系统失效，燃料泄漏，大火无法扑灭。该航母在爆炸后的1小时内彻底丧失了战斗力。战斗结果24小时后，关岛美军基地瘫痪，美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严重受损，3艘美军航母不同程度的受损，其中1艘因为导弹爆炸威力过大，在2小时后沉没。航母战斗群失去了 50% 的战斗力，解放军的防空体系基本保持完好，美军远程导弹打击失败。战争第2阶段，美军试图夺回制空权，中国的6代机加歼20全面绞杀。开战24到72小时，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已严重受损，为了弥补战斗力的损失，美军试图夺回制空权。然而歼20、6代机和轰20的联合行动彻底粉碎了美军的计划。歼20在200公里外用霹雳15导弹击落了 F-35A， 美军的空战战术遭遇重大挫败。轰20隐形轰炸机起飞，对冲绳、横须贺美军基地发动深度打击，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作战支点彻底失去了功能。这是战争的第3阶段，也就是开战3到7天后，美军溃败，日韩被迫撤离。日韩基地遭受重创，美国的其他盟友也不愿意再陪绑，日本宣布拒绝美军继续使用本土的基地作战。韩国政府开始寻找中国展开谈判，防止本土受到波及。美军残余的航母舰队开始撤离，冲绳、关岛的美军士兵开始全体撤退。最终结论，中国胜，美军带着残兵溃逃。全弹阴离子炸药的应用让东风导弹的杀伤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使美国的航母编队的损失大幅增加，美军彻底败北。可与中美相比，战争导致日韩成为了最大的输家，战争结束。